这是用塑料熏出来的豆腐，它正在悄无声息地喂养整座城市，同时也在毒害这座城市。这不是夸大其词，今天将前往世界有毒豆腐的生产中心泗水。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村庄，它们都有庞大的产业，以工业规模生产豆腐，而这些豆腐已经被污染，而污染的源头就是他们所使用的燃料——塑料垃圾。泗水，印尼的豆腐之城。印尼人每天都要消耗大量豆腐，尤其是在爪哇岛东部的泗水及周边地区。泗水是印尼的第2大城市，豆腐在印尼已经是几百年来的主食之一。无论炸的、烤的、煮汤的，还是作为小吃，到处都能见到豆腐的身影。对这里的人们来说，它就是主食。这条供应链的源头来自城市周边的豆腐生产村庄。走过这些村子时，你能看到高高的烟囱，漆黑的浓烟从村庄各处的烟囱中滚滚冒出，空气中弥漫着厚重油腻的烟雾，看起来仿佛这里不是食品工厂，而是一座座小型煤矿。在这些工厂里，正在生产印尼最常见的食物之一——豆腐。问题的根源在于，大规模生产豆腐需要极高的火力，庞大的锅炉必须日夜不停地运转，巨大的铁锅则要不停炸豆腐。为了降低成本，他们选择了最便宜的燃料，也就是本地的塑料。从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运来的垃圾被当作燃料烧进了煮豆腐的炉子。在显微镜下，微塑料清晰地附着在豆腐接触过的所有表面。印尼已经禁止进口塑料，但美国仍然在非法运送，每个月就能运来大约2300吨塑料。在泗水及其周边，确实有一个效率不错的塑料回收产业，凡是还能利用的塑料都会被重新使用，而剩下的就被直接拿来烧掉。工厂老板告知，他们会混合使用木材和椰壳。能看到这些东西被堆在炉子上方，但最稳定、最可靠的燃料还是塑料废料。这些锅炉和大铁锅一天到晚都要不断被添入燃料，让人震惊的是，工厂要消耗的燃料量实在太大了。那口锅炉几乎就像旧时代的蒸汽火车一样，体积巨大，需要2个人不停轮班往里面塞椰壳和塑料袋，这个过程一整天都不能停，整个村子都被这种烟雾笼罩。在特罗波罗村，大约有60家工厂生产豆腐，全都使用这种焚烧垃圾的炉子，场面令人难以置信。在工厂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锅炉，通过金属管道将蒸汽输送到整个厂区，并连接到每一个工作站。蒸汽沿着主管道输送，贯穿整个工厂。和传统的豆腐厂不同，这家工厂似乎有一套独特的分工方式，每个工人负责自己的工作站，几乎要独立完成从豆浆到成品白豆腐的90%工序。每个工作站都有3口水泥池，第1口是煮浆池，所有的豆浆都被倒入这里，然后加热沸腾。旁边是清水池，第3口则主要用来进行凝固和过滤。达金从16岁起就在这些工厂里工作，像这里的很多工人一样，他就住在工厂里，因为他的老家在将近300公里之外，他专程来这里谋生。工人们先要清洗大豆，这是豆腐的主要原料。许多工厂直接从阿根廷或美国进口大豆，每公斤大约4元人民币，比本地的还要便宜。进口大豆不仅个头更大，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工人们把大豆浸泡1夜，让它们变软，然后磨成浆，再倒入水泥池中加热。很快，池面上冒起厚厚的泡沫，就像工业版的拿铁奶泡。这些工人每天的收入只有15元左右，能成为炉灶师傅算是一种晋升。如果手脚够快，他们一天能赚到85元人民币以上。在印尼的这一带，这比最低工资还要高出7元，可这里的最低工资已经很难保证了。工厂老板穆罕默德·格隆从附近的垃圾场花63元就能拉回1车塑料，这点塑料能烧1天，比木材便宜得多。木材的价格要贵上2倍以上，而且需要的量也很大，因为豆浆必须烧得非常热，才能分离出豆渣和豆水。厂房里热得惊人，工人都不穿上衣。所有蒸汽的热量都困在这顶石棉屋顶下。
煮沸后的豆浆会被直接倒入悬挂在凝固池上的纱布袋，工人用旋转和不断摇晃，尽量滤掉水分，让稀薄的液体通过纱布，而固体则留在袋中。接着，他们像凝实衣服一样，用力把袋子里的东西挤压出来，留在手中的就是豆渣。液体会四处飞溅，把工人全身都打湿，很多人因此患上皮肤真菌病，身上布满疼痛的水泡。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也都在吸入有毒的烟雾。杜奥·萨提奥里尼在一家叫 Ecoton 的本地环保组织工作，负责监测这一地区的污染。安全标准是每立方米150微克，但仪器显示的是1500。这意味着空气中漂浮的颗粒物，包括微塑料和其他有毒化学物质，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印尼政府规定安全限值的10倍。作为 Ecoton 的研究之一，他们还会测试这些表面，通常会放一个培养皿，大约8个小时来捕捉落下的颗粒。这次他只放了30分钟，就拿回实验室检测，结果还是发现了纤维颗粒。这些微塑料以及它们吸附的污染物，最终全都进入了豆腐。人们吃下豆腐，就会把微塑料一并吃下去，它们会损害人体的激素系统、消化系统，还有生殖系统，甚至会导致男性不育。尽管有风险，豆腐生产并没有停止。这些圆形的豆渣块通常会被用来制作天贝或者干脆喂牲口，换句话说，一部分给人吃，另一部分给牛吃。在工作站之间会看到一些蓝色的大桶，里面装着用来凝固豆浆的液体。在滤去豆渣之后，工人们会往豆浆里加入发酵过的椰子水，几分钟之内，混合物就会凝固成豆花。当豆腐开始凝固时，他们会撇去表面的浮沫，此时可以清楚看到水和豆腐在凝固池里逐渐分离，上层仍是清水，下层则开始结成白色的固体。尽可能多的水被排出后，凝固的豆腐就被倒进已经铺好纱布的模具里，然后包裹叠放。他们不用任何量具，全凭眼力判断要多少。如果豆腐没做好，打筋就得重新做一次，而丢掉的部分不会算工钱。豆腐花会被夹在纱布层之间，压榨出多余的水分，最后变成一块块坚实的豆腐。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模具大约被填满9个。每一叠模具的重量都会把水压榨出来，顺着地板上的瓷砖沟槽流走。这里的生产流程完全不间断。这名工人刚把一批凝固的豆腐拿去压榨，转身就又准备好下一批豆浆。他们没有丝毫停顿，不是做完一锅再开始下一锅，而是一旦水泥池空了，就立刻装入下一批豆浆。豆浆一批接一批，从来没有停下。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地板湿滑，到处是热气，阳光透过破旧的石棉瓦直射进来，空气中混杂着大豆的味道、汗水、香烟烟雾以及塑料燃烧的刺鼻气息。当豆腐被完全压制成型后，接下来由女人们接手，她们用生锈的烤架铁网把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方形，再放入盐水缸里浸泡，然后再包装好。接着就可以送去市场当作鲜品出售，或者送到下一环节油炸区。有些工厂直接进现成的豆腐，再用塑料当燃料炸制。油炸区的气氛更加紧张，这里就像另一个巨大的车间，所有豆腐工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2座巨大的垃圾燃烧炉不断运转，每一家工厂都有专门的炸豆腐区。一排超大的铁锅里翻滚着滚烫的油，空气中弥漫着浓烟。这里没有木柴，没有天然气，只有成堆的塑料垃圾被直接丢进火里燃烧。这份工作风险很高，但为了生计，他们觉得用塑料烧火很有效，所以人们以为这样对自己有利，但实际上他们正成为受害者。50岁的萨里亚差不多半辈子都在这个工厂工作。他说，用塑料烧火，火焰会更旺。他每天要煮5锅豆腐，才能挣到20元工资。零食包装袋是最危险的塑料之一，因为里面含有燃料，燃烧时会释放更毒的气体。只要走进这些村庄，那股刺鼻的味道根本藏不住，整个村子空气里充满黑烟，
塑料燃烧的味道无处不在，和油炸油烟混合，粘附在皮肤上。印尼政府一直没能阻止在这种有毒环境里生产豆腐的做法。早在2008年，印尼就已经禁止露天焚烧塑料，但豆腐厂是在炉子里烧的，所以基本看不见。而且这也顺便解决了一个巨大的国家难题：处理那些原本就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垃圾。印尼的垃圾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早在200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把垃圾运到这里。印尼宽松的环保法规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这种做法变得更便宜。2018年，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后，西方国家把更多的废物倾倒到印尼，使它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倾倒地之一。其中很多塑料是一次性制品，即便在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也无法回收。即便是理论上能回收的种类，在印尼也常常得不到处理。2019年，情况恶化到印尼拒收了58艘装满美国垃圾的集装箱，但据说只有12艘真正被退回去，其余大部分被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了遏制进口，印尼宣布从2025年起全面禁止进口塑料垃圾，但垃圾依然源源不断涌入，有时进口商会贿赂海关官员，让塑料更容易入境。根据一份报告，虽然一些国家仍然可以把纸类垃圾出口到印尼，但每300万吨纸类垃圾里就有约45万吨实际上是塑料。根据 Ecoton 的调查，2025年5月，也就是禁令生效几个月后，美国依旧在1个月内非法运来约2300吨塑料，而这些豆腐厂正好成了消化这些垃圾的渠道。2019年，有一项研究调查了塑料燃料对印尼食品供应链的影响，重点关注住在豆腐厂附近的散养土鸡所产的鸡蛋。结果令人震惊，这些鸡蛋含有的二恶英水平是整个亚洲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仅次于越战后的越南，那片土地曾被橙剂污染。当时橙剂被宣称是为了杀死蚊子，防止疟疾传播，但实际上它含有大量二恶英，这种物质导致了无数急性癌症以及持续至今的跨世代创伤。研究表明，二恶英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脏病、糖尿病、激素紊乱以及一长串恐怖的健康问题。换个角度来看，在这个地区吃一颗鸡蛋，就会让一个成年人摄入的二恶英量比欧洲食品安全局建议的每日安全上限高出70倍。更糟的是，这些鸡蛋里还检测出塑料衍生化学物质 SCCP、PBDs 等等。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些缩写具体代表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它们绝对不是你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但印尼政府并没有打击，反而成立专家小组来质疑这些研究结果。与此同时，这些化学物质也正在渗入水源，这是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直接排进附近水道，没有任何过滤或处理。讽刺的是，他们拒绝使用来自阿根廷、越南甚至印尼本地的黄豆，理由是品质不好。可奇怪的是，对于塑料燃烧进入食物这件事，却没有人表现出担忧。在这里，和制作豆腐一样，油炸区也由一个人负责一个工位，通常油炸是由女性完成的。大桶大桶的盐渍豆腐被端来，一点点投入滚烫的油中，炸至金黄色，再用漏勺捞出。他们用的漏勺其实是报废电风扇的前护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失去手指，因为电风扇的护网总会被拿去做各种创意改造。炸好的豆腐被放凉，按大小分类包装，然后就算完成了。原以为制作豆腐已经够辛苦，但相比之下，油炸环节更像一种酷刑，每一个油锅都像在向脸上猛砸火焰，整间屋子弥漫着融化塑料的味道，空气闷热潮湿，女人们在里面拼命劳作，这是极其辛苦的工作。奇怪的是，迄今为止却几乎没人真正检测过这些豆腐本身，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它是在塑料火焰上炸出来的，而且没有任何过滤装置，那么污染几乎是直接的，甚至比附近鸡群受到的暴露还严重。这个小小的街道有大约30家豆腐厂，有几家确实使用木材作为锅炉燃料，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几乎所有工厂都在用燃烧塑料的明火炸豆腐，黑烟滚滚，直冲工人和豆腐。
奇怪的是，在厂房里不会一直闻到塑料味，只有走出工厂才会再次感到那股味道占据了整个嗅觉。可以合理推断，在泗水及周边生产的大部分豆腐，尤其是油炸豆腐，都是这样制成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小问题。虽然印尼已经明令禁止进口塑料，但环保人士说，他们几乎没看到什么改变。不过，对一些本地人来说，豆腐是他们生活中的主食，他们不愿相信最坏的情况。从历史上看，豆腐一直特别受低收入人群欢迎。事实上，印尼人吃的豆腐比牛肉和鸡肉还多，几代人以来，豆腐都是健康食品。传统上，工厂会用稻壳、木材或其他生物质燃料来煮豆腐，这些燃料既免费又相对安全。但随着塑料堆积，它逐渐取代了这些燃料，成了主要火源，一顿原本营养的饭菜就这样慢慢变成了有毒的食物。要知道，这里是印尼的第2大城市泗水，市区人口超过300万，大都会区超过1000万。这不是郊区的某个小作坊，而是支撑了数百万人的主食供应链。这里的人们已经用这种方式生产和食用豆腐20年了，如果真有严重的健康影响，或许早该显现出来。其实，有些人也想摆脱塑料，但在泗水，几乎没有消费者会对更干净的产品表现出需求。而对生产者来说，塑料和椰壳、木柴的差别太明显了。塑料每天都有供应，稳定而便宜，尤其像开斋节、斋月这样的节日，椰壳的价格会暴涨。木柴情况差不多，供货有限，量远远不如塑料。所以，即使他们有更好的炉子，问题依旧存在。因为燃料必须天天有，而塑料是唯一能保证的。整个系统把他们困住了。改变意味着风险，没人愿意当第一个尝试的人，他们没有解决方案。如今，街边摊、市场和餐馆都从像格隆这样的工厂进豆腐，其中一些菜肴甚至成为深受喜爱的地方特色，比如小吃 Putek， 它的名字就来自小贩在街头吆喝时发出的声音。即便知道豆腐是这样做的，当地人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大部分人相信，西方国家的行为只是无心之失。政府只会发警告，却没有提供任何真正的办法，甚至连相关的法规都没有。所以，这并不是他们喜欢烧垃圾，而是唯一能让他们活下去的方法。